大家好，我係貓哥嗱。今個禮拜咧，其實除咗啱啱嘅 LB Camry 之外咧，亦都作為一個寶馬嘅忠實 fans 啦，有一架 IMSA 耐力賽嘅 V8 嘅版本啦，咁亦都出咗啦。咁今個禮拜其實出咗另一款，即係佢嘅姊妹車啦，你可以咁樣講啦。咁我哋今集咧，不如就開翻上個禮拜，即係上一轉車嘅一部IMSA 嘅 BMW 嘅V8 啦，咁可以同大家去講下佢整體嘅結構以及一啲外觀上面嘅細節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i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2022年咧，寶馬6月份咧就正式公開咗命名為 M Hybrid V8 嘅原型車之後咧，咁亦都喺2023年呢一部車咧參與咗 IMSA WeatherTech 嘅跑車錦標賽啦。咁佢係屬於 GTP 嘅組別啦，即係耐力車嘅組別啦。咁適逢寶馬嘅 M50 週年啦，為北美寫下咗重要嘅歷史啦，亦都為將呢個混合動力嘅系統咧係重新定義一啲車廂內嘅設計啦、外觀、車架以及各樣嘢啦。咁整體嘅設計以及各樣嘅細節咧，都係交咗俾寶馬嘅賽車部門去做嘅。當然喺拉花上面咧，用上咗永恆嘅顏色啦，代表住 M 嘅紅色、深藍色以及淺藍色嘅。而喺車頭嘅部分咧，亦都配上咗納米科技嘅技術啦，用上咗光纖，令到佢車頭上面咧營造咗一個 LED 之餘咧，個豬鼻窿嘅水箱形狀咧更帶有一個虛擬嘅 M 字嘅。除此之外咧，喺外觀上面車身亦都更加之輕啦。大部分嘅塗裝方面咧，用上黑色嘅區塊啊，就用上咗一個碳纖啦，比起傳統嘅彩繪咧，係減輕咗25%嘅，咁令到成架車咧可以為寶馬整個家族入面咧寫下一個輝煌嘅歷史啦。咁好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咁大家見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既然係利曼嘅賽車啦，咁其實呢一部車咧，其實全部係寶馬去設計成架車嘅整體車架啦，以及外觀上面啦。咁 Mini GT 咧，其實今次喺設計方面咧，基本上係有還原到寶馬過往歷史上面嘅一個好重要嘅設計啦，就係一個傾斜度入面帶有拉花嘅一個效果啦。咁基本上咧，100%還原到㗎啦。咁今次咧，其實係採用咗一個菱角而形成一個迷彩圖案啦。從唔同嘅角度咧，其實可以睇到有一個好特別嘅 M 字嘅。作為寶馬家族入面咧，非常之特別啦。佢玩視覺效果，但係咧從正面睇咧，即係例如高角度見到咧，其實係睇唔到個 M 字嘅。咁佢亦都採用咗鴛鴦唔同效果啦，非常之特別嘅效果啦。咁整體嘅塗裝方面咧，啱啱都有講過啦，為咗令到車身上面嘅碳纖啦，即係去減輕車身嘅重量啦。呢樣嘢我真係冇諗到嘅，就係哇喂，原來拉花都可以減多25%嘅一個拉花，即係令到車身重量可以減輕嘅一個極致表現啦。整體嘅漆面表現啦，亦都係用翻過往 M 係家族嘅一個拉花配色，就係紅色，用一個白色嘅一個招牌嘅白色啦。咁當然呢個就係 Alpina 個白色啦，配上一個深藍色、淺藍色以及一個另外一個 M 字嘅效果啦，形成咗一個我哋叫做滋潤嘅效果啦。非常之靚嘅光有漆面表現咧，可以話十分豐富嘅。碳纖嘅紋理咧，基於今次咧，其實係用上咗一個傳統嘅拉花啦。等一陣咧，我哋會由頭講到落尾啦。作為一個寶馬 fans 咧，當然要值得收藏嘅一個款式啦。好啦，事不宜遲，我哋講下車頭嘅部分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啦。其實作為一架未來嘅 M 嘅車系列啦，大鼻窿固然有啦，雖然我就唔係好接受呢一個咁巨型嘅鼻窿，但係咧呢一個鼻窿所帶來嘅巨大下壓力以及空氣動力學嘅設計咧，可能係真係寶馬家族獨有嘅一樣嘢啦。鼻窿嘅部分咧，其實透過佢一個啱啱都有講過嘅納米 LED 啦，會呈現喺一個車頭嘅部分。當然呢一度咧就真係做唔到啦 Mini GT， 因為咧非常之幼細嘅。咁你話叫佢點做咧？如果縮到1:64，可能咧1:18或者43咧就可以營造到嗰種質感，但係64大家都將就下，冇可能做到嘅嘢嚟㗎啦，因為真係非常之幼細嘅。
咁樣之後咧，會呈現咗一個好特別嘅 M 字嘅。咁呢一款咧，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咧，過往以及過往呢一兩年嘅效果咧，即係例如一啲 iX7、iX 系列嘅車頭咧，例如寶馬嘅7系咧，其實係有着燈嘅。咁啊，呢一個建基於因為呢一架利曼賽車啦，咁甚至運用到係一啲日常嘅車嘅方面啦，咁嗱，另外值得留意嘅今次車頭燈嘅部分咧，其實採用咗鴛鴦式嘅配置啦。咁啊，左邊嘅部分咧，其實係用上咗一個傳統嘅碳纖紋啦，右邊就用翻招牌嘅白色嘅。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喺個鏡殼嘅部分啦。我估唔到咧，Mini GT 咧喺呢一個位置咧，鏡殼嘅邊緣位置咧，依然有做到碳纖嘅質感，而且咧非常豐富啦。咁喺燈罩入面以及燈杯出邊嘅位置咧，會見到裏邊好繁複嘅 LED 之外咧，仲有一個斜間式嘅日間行車燈啦。呢一個亦都係 M 字系列嘅 logo 嚟㗎。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睇下，其實會見到啦。咁嗱，我睇翻資料搜集方面啦，咁其實啱啱都有講過啦，車嘅前半部分咧，咁其實大量用上咗喺塗裝方面用上碳纖啦。咁啊，斜紋嘅我哋會傾斜度嘅斜紋咧，非常之合理啦，而唔會話做到話好似有一種斷層嘅感覺嘅。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整體嘅車側部分咧，可以透過唔同嘅角度咧，其實可以睇到除咗寶馬嘅經典嘅斜角型拉花之外咧，更加有寶馬嘅 M 字系列㗎。咁呢一度咧係可以見到一個 M 字嘅，如果平頭睇就會睇得非常之突出嘅。咁但係如果高角度咧，又會見到另一種風格啦，就好多唔同嘅幾何三角形嘅圖案啦。嗱，咁其實寶馬呢一個車架咧，咁其實車底同埋車身嘅部分咧，會有相繼地係有唔同，始終佢哋設計嘅款式咧，會有少許喺動力學上面咧，會去有啲特別嘅地方啦。我自己比較欣賞嘅部分，當然就係後邊 LED 嘅部分啦。LED 嘅字面板方面咧，係有做到輕微凹陷嘅效果嘅。咁啊，呢一點咧係我覺得有驚喜嘅部分啦。咁第二點咧就係用翻傳統嘅斜紋啦，咁呢個斜紋咧，其實係由車中間嘅側裙部分咧伸延至後沙板嘅部分啦。咁後沙板呢一度咧，其實係非常之有嗰個質感嘅，佢個完整性非常之高啦。咁另外鯊魚鰭嘅部分咧，其實佢採用咗唔同嘅質感嘅，分別係有左右唔同對稱，即係不對稱嘅效果啦。我哋擰過嚟睇下就會睇到噶啦。拎過嚟嘅時候咧，就會呈現咗一個我哋叫做，其實咧都可以見到個 M 字㗎。大家咧，如果從呢一個角度，我拎俾大家睇下啦。咁咧，從一個我哋叫做45度各個角度咧，我哋會依然見到一個 M 字嘅效果嘅。咁啊，呢度依然都有做到啦。咁其實咧，寶馬今次喺整體嘅拉花上面咧，除咗用上傳統嘅效果之餘咧，亦都有做到一個突破位啦，令到大家可以睇到咧，寶馬其實過往咧，即係無論係一啲設計啦，以及比較即係我哋叫做咩啊，守舊啊，又唔知點講啊，總之守舊或者係復古少少嘅效果啦。咁但係佢哋都勇於去創新啦。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咧，其實喺唔同嘅效果方面咧，會睇到，咦，佢係有做到唔同嘅，即係設計方面有少少唔同啊。咁整體嘅表現咧，我非常之滿意㗎啦。咁當然成績方面就當然唔及一線車廠法拉利等嘅效果啦。咁始終佢都叫做係新仔一名啊嘛，咁我都好期待佢有機會喺頒獎台上面捧杯嘅效果啦。咁嗱，喺車尾嘅部分啦，車尾亦都值得留意嘅就係咧，Mini GT 咧喺呢一個位置咧，其實係有做到一個車尾燈嘅小修飾嘅。咁其實雖然咧佢係非常之幼嘅 LED 效果啦，咁但係咧依然都係有做到一個 Y 字形啦，以及做到兩重效果之餘咧，每一個間距感咧亦都係適中嘅，唔會過分，即係話會好似糊埋一嚿交功課就算嘅感覺啦。咁亦都咁講啦，透過呢一種質感咧，可以盡量睇到咧，寶馬對於佢自己喺車架方面咧堅持嘅一啲位置啦，咁非常之正嘅一款車啦。咁今個禮拜咧，其實係出咗另一個號碼嘅車嘅，咁所謂嘅姊妹號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其實想試玩嘅，我覺得可以買翻上一次，即係我而家手頭呢一架嘅，咁個價錢都係適中嘅。咁我唔知之後會變成點啦，可能佢又炒翻起咗，我亦都唔知嘅。咁但係有興趣嘅就入啦。
好啦，嚟到今集個可購買指數啦，我會俾佢滿分10分嘅。咁恭喜晒 Mini GT 啦，攞到滿分啦。咁作為一架利曼車咧，利曼嘅賽車啦，寶馬咧除咗堅持佢自己嘅一啲喺車架以及內部結構上面嘅堅持之外咧，Mini GT 亦都充分發揮咗整體嘅效果啦。無論喺拉花啦以及設計方面，仲有寶馬一直好堅持嘅一啲斜角嘅效果啦，咁所呈現出嚟嘅視覺效果嗰種我哋叫做視覺錯覺咧，咁要完成到咧喺一架咁細比例嘅車上面咧，的而且確係非常之唔容易嘅。咁而且咧所有嘅拉花亦都非常之精密啦、銳利嘅，咁令到大家可以近距離去接觸呢一部車啦。咁好啦，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已經睇晒成條片啦，咁今個禮拜嘅開箱咧都比較特別啦。咁下個禮拜咧，Inno 64嘅一部 GTR 啦，咁即係又係咁講啦。有位師兄同我講過話，逢係 GTR 咧都會入手嘅。咁我今集咧都會開出嚟同大家去做一啲外觀上面以及內部嘅結構，同有啲細節方面嘅講解啦。咁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